自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我呢就喜欢火车。然后我听我父亲说，我父亲的姥爷是给吴佩孚开火车的。家门口就是这个京张铁路嘛，从小就对这条铁路就是非常有感情。京张铁路呢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。人家认为中国是农业国家，都是一帮农民，不懂得这个机器大工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詹天佑就把这条路给修成了。这个在当时是轰动全球嘛，可以说就是说中国人首次站起来了。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中国人，没有聘用外国人。然后这个修铁路的钱也不是借的洋债，也是咱中国人自己的钱。我第一次拍火车呢是02年的夏天。从11年、12年开始，就我觉得光拍这些个景儿可能太单薄了，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些照片背后的文化和历史的事儿。我就天天泡在京张铁路上，就是沿着铁路走，北京北、清华园、清河、沙河、昌平、南口，然后一直到青龙桥、康庄这一段就是徒步，拿着文献，然后徒步去找这些地方，然后我就去看这些文献记载到底它对不对啊？有的老站房就被拆了，有的呢就是成为了这个文物保护单位，有的就是摇摇欲坠。在走访的同时，对沿线居民还有铁路职工做一些口述史的调查。有可能这个角度、这个位置它没有老照片，我就手绘复原出来。因为铁路它本来是舶来品嘛，为了表现就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。詹天佑呢，在这个京张铁路上啊，就是加入了很多中国的元素，像京张铁路沿线的这些个礼制牌都是苏州码。这个苏州码呢，其实是中国传统数字，是宋朝人发明的。故宫的那个皇宫顶上的琉璃瓦的背面还都有这个苏州码。青龙桥车站这个建筑的薄风板上都是有这个太极图的，像南口工程司处，它的这个月台的下方有几个这个排水孔的那个铁篦子，都是那种寿字图。这些老照片呢，其实是我从10来年前就开始收集的，因为从小在这条线路上生活嘛，一看这个山，然后或者一看这个线路走向啊，或者根据光影，我就能看出这是哪儿。我无意的发现，我拍的这些照片的这些个角度，跟当时詹天佑让摄影师拍的那些老照片的角度是重合的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想，这样就可以看出100年间的历史变迁，这个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。我呢是从15年开始就注意到清河车站这块要改造成高铁站。清河车站呢是始建于1905年，它的这个站房的这个格局呢，跟这个已经成为国家级文保单位的青龙桥车站是一模一样的，并且比青龙桥车站还早3年。后来呢，我呢就给海淀区文委递交了一份不可移动文物申请，而这个老站房111年的历史啊，终于给保护下来了。周围所有的建筑都拆了，就这个老站房留着。我的这个理想吧，是恢复西直门到清河到沙河这一段，然后呢开行旅游列车，让京张铁路的这个文脉继续延伸下去，给我们的后人就是看到这个我们曾经的历史。老的铁路它跟现代的高铁一点都不冲突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铁路的一个非常响亮的名片。